激光拦截无人机、电磁炮击穿航母装甲，这不是科幻片，这是现代真实的战场。作为世界上最早将高能激光武器投入实战艇部署的国家，美国在定向能武器系统方面始终走在世界的最前列。问题是，美军走的有多前，到底甩开了对手多少个身位？这个问题在最近的一系列绝密测试曝光后，终于浮出水面。答案可以用极其霸气的8个字来概括：两炮在手，天下我有。通俗来说，就是美军不仅大力发展高能激光炮，他们竟然还在准备复活被认为凉透了的动能杀器电磁轨道炮。不过美国并不寂寞，日本同样野心勃勃，选择了激光与电磁炮两手抓的硬核路线。那么为什么只有美国和日本能够雷射武器与电磁炮武器两手抓？各国高能武器系统方面又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高能武器之王？要搞清楚为什么只有美国和日本敢这么玩，我们必须先知道激光炮和电磁炮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烧钱炉。我们频道的很多观众老爷大概觉得，管你什么电磁炮、激光炮、马后炮，这不就是通个电的事吗？这电费我来掏都成。我只能说祝你钱包好运。我们先说说定向能武器激光炮，它的核心是把极其庞大的电能瞬间转化为高纯度的光子能量束。难点不在于怎么发光，而在于热管理和供电冗余。目前舰载激光武器的功率动辄几十千瓦甚至上百千瓦，在发射时会产生极其恐怖的废热。如果冷却系统跟不上，不用敌人出手，激光武器自己就能把自己的镜片给融了。更要命的是，军舰原本的雷达、声呐、动力系统就已经是个吃电狂魔了，哪里还有多余的电给激光炮挥霍？哪怕闪电侠来了也得被榨干。再看动能武器电磁轨道炮，这玩意儿比激光炮更吓人。它是利用安培力，通过2条平行的导电轨道，将金属弹丸在0点几秒内加速到7马赫以上的恐怖高超音速，射程可达上百公里。单靠纯粹的动能，就能像热刀切黄油一样砸穿敌方战舰的装甲。不过，它也有着跟激光炮一样的怪癖，爱吃电。首先，激光炮瞬间放电功率极大，需要舰艇拥有几百兆瓦的瞬间储能和脉冲放电能力，这几乎相当于点亮一座中型城市的瞬时电量。其次，轨道烧蚀问题，弹丸在轨道内以高超音速摩擦，几发打出去，炮管的轨道就被高温等离子体烧化了，其寿命之短，连朝生暮死的浮游都要嘲笑几声。看到这里，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为什么只有美国和日本敢同时上马这2个地狱级难度的项目？答案只有4个字：底盘与结盟。美国不必多说，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核动力航母和最新型的伯克3级驱逐舰，这些战舰在设计之初就预留了深不见底的庞大电力冗余。更不用说美国的综合电力系统技术全球独步天下，只有美军的底盘供得起电磁和雷射这2位吃电大爷。而日本虽然没有核动力航母，但日本在基础材料学，特别是抗高温烧蚀材料、超级电容和大功率半导体元器件领域，拥有极其深厚的民用和军工转化底蕴。更重要的是，日本是在美国的战略默许和技术底层共享下，作为美军防空反导体系的前沿测试场来运作的。美日2国在技术链和电力架构上的深度捆绑，支撑起了这种极其昂贵的双线试错成本。而其他国家要么缺乏支撑瞬间巨大电力的先进水面平台，要么在抗烧蚀材料和超级储能技术上存在致命短板，只能被迫做出妥协，老老实实的选择难度相对较低的激光武器作为单一突破口。那么既然大家都在搞高能武器，这条赛道上现在的真实排名究竟是怎么样的？随着无人机蜂群战术在红海和黑海的肆虐，传统防空导弹陷入了极度尴尬的成本倒挂危机。用几百万美元的导弹打几万美元的无人机，几轮下来，哪怕是美军的钱包都得瘦3圈。不过正是这种实战需求，才促使着各国海军加速高能武器的研发与上舰测试。我给大家盘点一下各国目前的真实进度。第一是法国，作为欧洲传统军工强国，法兰西显然不想在未来海战中被边缘化，更不想被东边的俄罗斯变成法兰东。于是法国国防采购局高调宣布，将联合 MBDA、赛丰、泰雷兹等多家欧洲顶级军工巨头，共同研发自制的舰载激光武器系统。
而且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将激光武器作为现代战场下的短程防空和反无人机利器。但如果你仔细看他们的时间表，就会发现法国人又在画大饼了。仅仅是进行作战测试及评估，他们就预计要用未来5年的时间。关键这么长时间弄出来的武器，目标功率仅仅是1000瓦级别，跟给军舰挠痒痒差不多，实在让人担心实战的时候法国激光武器会不会挠痒痒把人家笑死。至于真正形成作战能力并投入战备的时间被推迟到了2030年，但估计到了2030年黄花菜都凉透了。第二个是英国，相比于慢吞吞的法国，英国人显得更加急迫。面对皇家海军日益萎缩的舰队规模，英国国防部大手一挥，宣布全面加速龙火激光武器计划。这款武器在测试中表现出了不错的精度，就在最近与苏格兰进行的实弹测试中，龙火成功捕捉并利用高能激光束瞬间烧毁了时速高达650公里的高速无人机靶标。英国人计划在2027年将这款系统正式安装在目前防空火力严重不足的4-5型驱逐舰上。虽然进度比法国快，但龙火依然处于从小规模测试向实战部署艰难爬坡的阶段，其连续交战能力和极端海况下的可靠性依然是个巨大的问号。第三个是中国，根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已经开发了多款舰载激光武器，并且已经开始在特定舰艇上进行实际的海上测试。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专为近程防空开发的燎原1系统。这款武器曾被卫星和侦察机母机安装在071型综合登陆舰上进行海上打靶测试，并且在之前的阅兵中正式公开亮相。外界号称其运作功率在180千瓦至250千瓦之间。如果这个数据属实，这意味着它不仅能烧毁小型无人机，甚至具备了致盲敌方反舰导弹导引头，或者直接烧穿轻型快艇的能力。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舰载激光武器技术已经极其接近，或者已经进入了初期的试装服役阶段。第四个是日本，在激光方面，他们将一套100千瓦级的激光系统搬到了专属的测试舰飞鸟号上，而且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下完成了对海面和低空目标的追踪与照射测试，计划在明年进一步测试对高速飞行物体的实弹拦截。虽然目前仍处于系统验证阶段，尚未全面服役，但其进度之快已经让欧洲同行流口水了。而真正让世界军工圈倒吸一口凉气的是日本在电磁轨道炮上的逆天突破。同样是在这艘飞鸟号测试舰上，日本防卫装备厅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舰载电磁轨道炮的海上实弹射击测试。这是一次创造历史的试射。在曝光的测试数据中，电磁炮发射的弹丸初始速度逼近了极其恐怖的每秒2300米，也就是大约7马赫的高超音速。这枚纯动能金属弹丸裹挟着巨大的动能，瞬间击穿了远距离海上靶船的厚重钢板。这证明了日本在极端瞬间储能放电以及轨道抗烧蚀材料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工程学突破。各国的高能武器发展各有胜负，那么难道美国的高能武器真的面临挑战了吗？如果你这么想，那只能说你对美军的底蕴一无所知。在这场面向未来的高科技军备竞赛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高能武器之王？答案毫无悬念，依然是那个将外星人作为对手的美国。美军的领先不是参数上的领先，而是实战化部署、多平台融合、体系化作战的断层碾压。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海军现在手里捏着的3张激光王炸。首先是第一张王炸，洛马的 Helios 系统，又叫高能激光与集成光学致盲与监视系统。这不是什么验证机，它是实打实的现役装备。这套60千瓦级的高能激光系统已经正式安装在伯克级驱逐舰普雷贝尔号上，并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炮塔，它已经被完美的整合进了这艘战舰的宙斯盾作战系统中。雷达发现任务、数据链分配任务， Helios 系统能瞬间锁死并烧毁无人机或敌方光电观测探头，这也是全球唯一一款真正融入主力战舰作战中枢的实战化激光武器。第二张王炸名为 Locust 系统，即低成本无人机群对抗系统。航母太大，近防炮打不过来怎么办？美军直接把激光炮搬上了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就在几个月前，美军在乔治 HW 布什号航母上，在高盐、高湿、强侧风的真实远洋极端海况下实测了这套激光系统。
面对模拟敌方饱和攻击的无人机蜂群，Locust 的系统光速开火，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精确地烧穿并击落了多架来袭的无人机，证明了即使在最恶劣的海况下，美军的激光系统依然稳定可靠。最后一张底牌是固体激光武器系统演示器，不少人或许嫌 Halos 系统的60千瓦威力不够劲， LWSD 直接掏出150千瓦级高能重炮。早在几年前的太平洋军演中，他就曾在实战模拟中大放异彩。面对高速逼近的4架大型靶机， LWSD 连发连中，瞬间将其全部烧毁坠海。它的输出功率之大，足以对敌方的小型快艇和直升机造成致命的结构性破坏。当然，如果你以为激光武器就是美军的全部底牌，那你太小看五角大楼的野心了。之前全世界都以为美国海军因为预算超支，早就放弃了那个科幻感爆棚的电磁轨道炮计划。然而美国海军海洋系统司令部却在最新绝密评估报告中表示，还没有问题，他们根本没有放弃电磁炮，他们只是转入了更深层次的底层技术攻关。就在今年初，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导弹靶场爆发出了一阵极其恐怖的轰鸣声，美国海军在这里重启了新一轮更高保密级别的电磁轨道炮实弹试验。他们使用了比以往更先进的高温超导材料和脉冲电源，高超音速弹丸成功完成连续发射。在收集大量核心技术数据后，这款武器的弹道性能、炮管寿命与实战潜力进行了重新评估。为什么美军要复活电磁炮？一位防务分析专家表示，这极有可能是为美军未来的下一代大型水面舰艇准备武器，比如传闻中拥有无限核动力的下一代巡洋舰，或者为现有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进行深度改装。想象一下，美军的隐身战舰游曳在几百公里外的安全海域，根本不需要发射昂贵的战斧导弹，伴随着一阵低沉的电磁充能声，一枚纯金属弹丸以7马赫以上的高超音速被瞬间抛射出膛。几分钟后，这枚根本无法被现役任何防空系统拦截的动能弹，就像陨石撞击一样，带着极其恐怖的动能从天而降，瞬间贯穿敌方航母的飞行甲板，直接砸穿舰底。从能够连续烧毁蜂群的150千瓦激光重炮，到电磁轨道炮，再到将这些科幻系统完美融入宙斯盾防空网的恐怖整合能力，美国在定向能和高动能武器领域展现出的是一种极其深厚的体系化作战底蕴。当其他国家还在为几千瓦的验证机沾沾自喜，或者在为如何把庞大的电容塞进小船发愁时，美军已经开始思考如何用电磁炮进行超视距打击。谁是真正的高能武器之王？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写在了一次次被美军激光烧穿的靶机残骸上，写在了白沙靶场电磁轨道炮那刺眼的电弧光里。在这条拥挤的赛道上，美军或许依然是一座短期内无人能够逾越的高山。好了，本期关于全球激光武器与电磁炮的分析到这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面对美日两国在电磁炮领域的疯狂突进，你认为传统的反舰导弹是否即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